马肉，这个不是只有战争年代才会吃的东西吗？而且作为中国人，我一直都觉得马肉离我很遥远，像是几百年前的饮食文化。但是在日本，真的有几百年前的马肉店还开着的。总会有人说，人一旦吃过马肉之后，他就会优先选择马肉了，有这么夸张吗？所以我就搜到了这家店，在日本我能够找到最老的马肉店，1905年开业，那个房子就一直在那儿。すみません、ご飯2つお願いします。那不得去看一下？他已经开业120多年了，然后一直没关过。真的有那么多人吃马肉吗？すみません、15時予約した量です。这家店在吉原，继父太郎的妹妹当年就在这儿打工，菜单就是墙上这些了，只卖马肉。你要是吃不惯，还没别的吃。反正也没吃过，我把他们家这个全部点了一遍。好了，今天废话太多了。第一个菜就是非常重磅的生马肉，这个是生拌马肉，把鹌鹑蛋的蛋液裹匀就可以吃了。但它这个有照烧的调味，我还没尝出马肉的味道就吞了。马肉刺身的味道就很清晰，入口是非常清爽淡雅的感觉，蘸不蘸酱油都可以。然后嚼起来有点像鸡肉，有一点点接近鸡的鸡脖子。接着是煮的马蹄筋，我本来以为马肉是那种狂往外放的味道，但它越嚼越清甜。那我们还是加一点六婆吧。实在，这是马腿肉配海胆，有点像校霸和语文课代表谈恋爱，你以为是威逼利诱，但实际上两情相悦。我的意思就是这两个味道很配。然后是马肉牛排，煎马肉也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吃法，马肉纤维里面的脂肪很少，完全不像和牛，然后它也会自带一股淡淡的坚果味道，也不知道它用的是肉马还是野马。然后就是我们今天的重头戏，马肉寿喜烧。然后这一盘肉是2人份，22000日元。第一盘是纯的马肉脂肪，也是我觉得马身上最好吃的地方，吃起来像是轻盈版的鹅肝，肥油虽然会挂在你的舌根，但是你并不会觉得很腻。接着就可以开始下马的里脊肉，切记要注意一点，就是马肉千万不要煮太久。就这么一小小的一盘，不是马肉有这么贵吗？肉还有一点点饭粉就可以捞上来，我觉得裹一点蛋液会更嫩。好吃，6、7成熟的马肉就像肉棉花，牙齿一下去它就断开。马肉丸子也很好吃，它里面和的居然是黑芝麻，沙沙的口感。之后就是豆腐跟摩丝，还有一些假肉，这些就跟普通的寿喜烧没什么区别。然后我们还有一盘炸马肉，看着很像锅包肉，但其实吃起来也很像。但就是它的里面可能会比锅包肉更软，说白了马肉就是更嫩，比起猪肉来说更好嚼开。然后我发现店里到了晚上就特别的有氛围，不愧是在吉原的店，有一种梦回昭和的感觉。总的来说马肉还是很好吃的，开了120多年的店还是有它的道理，但就是很贵。阿基推荐指数7分，卡维尔。今天本来是想去探店的，结果我们在京都的山里发现了一个非常可疑的地方，还好我们停下车来看了一下，它门口的招牌上写了猫猫寺。我心想，我一个狗都跟它不共戴天，区一个猫猫寺能可爱到哪儿去？我肯定是不会进去的，除非忍不住。它的外边是一个非常和风的私人庭院，里面虽然写作猫猫寺，但其实是一个喵喵神教的博物馆。买好门票之后需要脱鞋才能进去。第一个房间是猫咪杂货铺，里面是有130位信徒手工制作了很多商品，所以都很便宜。墙上会挂一些比较有名气的信徒，阿科波48。隔壁房间是一个小画室，好看但是都很贵，还是让喵酒保给我们挑一杯饮料吧。猫猫吧台真的很适合拍照。再往里面走就是我们住持在的房间了，但是今天的住持正在午休，虽然他好像不太开心，但是我花了钱的，得摸一下。墙上还挂着初代目到6代目的画像，有一种非常严肃的脱力感。其实屋外还有一位住持，但他正在轮休啊，他好像住持不小心被关在门外了，我只好出手相助。住持的眼神都非常严肃，甚至感觉他有点生气。店员为了感谢我的相助，赐予了我一次跟住持用餐的机会。倍感荣幸，倍感荣幸，他真的好可爱。然后住持的旁边是可以拜猫的，一般情况下是这个样子的。虽然工作的本质还是睡觉，但是工作人员会给他换上一身严肃的衣服和一些他并不会使用的道具。就是虽然我也不知道我在拜什么，但还是拜一下吧。对了，这是贡品一喵园，再往楼下走就是博物馆了。这里面有大量古埃及时期的东西，这是一幅喵古文，好像记载着喵喵统治人类时期的故事。这个是猫猫的棺材，关键是还有他喜欢吃的鱼的棺材。什么呀？这个好像有点酷。木乃伊猫猫的面具，猫历2600年是一个什么概念？果然，全世界的人都很喜欢猫咪呢，除了马尔代夫。阿基推荐指数8分，卡维尔。古时候的日本人就很喜欢吃寿喜烧，甚至连日本金字塔最顶端的那个男人都亲自来吃过。这什么牌面啊？他们家的一片肉5830日元。OK。今天我们去的这家店，就是从1869年开业至今154年没敢关过，这不废话吗？天皇老爷都来吃过的店，我为什么要关啊？所以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快上车！这家店位于京都，也是我们在日本的第2个据点。我们又到吃寿喜烧的日子啊！怎么每次到吃寿喜烧的日子我都很开心啊？我是不是好店都会配上这么一个悠长的隧道啊？换好鞋子，跟着小姐姐。你就会被领进一个硕大的包间。它这个地方点菜非常传统，用的是那个直连座机，然后最贵的都是5800一片。点好之后就会上小菜，5个开胃小碟，有牛肉沙拉、土豆沙拉、一小块甜笋、一小块豆腐，最后一个小蛤蜊。吃完这个还有个前菜啊，不过是很好吃的和牛寿司，而且它的这一片很厚很肥，和牛淡淡的奶香一下就会让人开胃。最后是一碗煮的青花鱼饭团，很日本很清淡，可能是为了接下来修正味觉吧。
吃完之后，小姐姐马上就会来做寿喜烧，用牛油刷好锅之后，铺上一层白糖，就直接这样下肉，主要是要让和牛的脂肪和糖一起融化，然后再倒入料汁。京都寿喜烧那种独特的鲜甜一下就会冒出来，然后直接把带着热气的肉淹没到蛋液里，这种时候就是最好吃的。他们家的这个一片肉真的太大了。不行，我还要吃饭了。那种焦糖再加上寿喜烧料汁的味道，你很难做到不往嘴巴里面塞米饭，就像拉面必须配上叉烧。下了一半，直接一口了吧。和牛裹上无菌蛋液之后，稍微嚼一下，和牛的油脂香就会蔓延在你整个口腔里。如果你觉得腻，可以来一筷子小银鱼盐白菜，味觉修正。然后第二锅因为要下蔬菜，所以下了2片肉，加了菜之后，熬出来的料汁的味道会变得更好。其实第二碗我一般喜欢用和牛卷着葱根吃，而且是那种脆脆的葱根。我真的很想端着这个盆吃，葱跟那股微微甜的味道，就是给和牛物理提鲜。煮到这个时候的豆腐也很入味了，基本上就是一个筷子轻轻一夹，碎成2半，再蘸上一点蛋液，你甚至都能尝到豆子的香味，像是用面包蘸奶油蘑菇汤。煮到最后的魔芋丝已经变得很软了，它虽然本身不入味儿，魔芋丝也是寿喜烧里面最卷蛋液的。蛋液也很香，吃到一半你还可以换一碗新的蛋液，这种茼蒿里面夹着一点魔芋丝，也有一种脆弹脆弹的感觉。我还专门拿了一片牛肉烤到了最后，它已经是一个焦褐色的状态了，但是它特别的入味，所以要多裹一点蛋液。这一片130克，你下肚再加2口米饭，就是至高的满足。京都的寿喜烧就是缓缓的用牛肉的香气慢慢塞满你的胃，最后再来一个甜品，非常的爽。阿杰推荐指数9.5分，卡维尔。神奈川，一个我深爱的地方，也是我在日本住的地方。来日本3年了，我也成了被神奈川浇灌的其中一人。你要说最早知道这个地方，可能还真是镰仓高校前，但是你一旦住久了，就会发现它不会成为你爱上这里的原因。但是要来神奈川的话，应该怎么玩呢？首先早上的体验和晚上的体验特别的重要。那我们就从早上开始。早饭我推荐在镰仓的有利多库洛这家店，吃一份很日式的简餐，很便宜。江之店会在你打鸡蛋的时候从你面前开过，所以那个什么，打快一点。千年古都的早晨就这么从一只烤鱼开始。当然早餐还有别的选择，你也可以在沿海的比鲁斯看着海景，吃柔软的 pancake， 还可以在喜利乌斯酒店的70楼俯瞰着全市吃早饭。吃完早餐以后还可以在横滨的海边散散步。泡面博物馆一般会是我去的第一个地方，这里陈列着全世界各种有名的泡面。我们中国这边的代表是老坛酸菜面，居然没有泡椒牛肉。当然3楼还可以定制一碗自己的泡面，随便你画什么，随便你想吃什么味道，根据心情来就行。饿了还可以在这来一顿下午茶。接下来你就可以直接坐着江之店开始玩，每个站都很有流量。什么？我的意思是每个站都很值得打卡。海街日记、灌篮高手，还有我最喜欢的倒数第2次恋爱，故事都在这停留过。特别是极乐寺这个站，大家应该巨熟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光是这个站的设计就很好看。还可以去逛一下商店街、变泽田重建市街。果然这里的街道就是最接近日漫的地方。下午快天黑的时候还可以去逛一下长谷寺，夜晚的灯光和红色的枫叶，小情侣牵着手在那逛街，氛围感直接拉满。但是你要说横滨最美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晚上，因为这个地方有各种各样的灯光秀。想象一下和喜欢的人牵着手在这个地方溜达，是多么享受的一件事。逛饿了的话可以在，这不是什么，怎么会有人饿这么快？但是别管，我就是想吃那个芝士芋泥和那个披萨。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有力气，也可以看一下江之岛的夜景。这个地方叫湘南的宝石，每天下午5点开始点灯，亮灯的那一瞬间真的很震撼，你甚至还可以上到灯塔上面俯瞰整个江之岛。其实除了灯塔，岛上还有很多夜景都可以看。但今天其实讲了这么多，也只讲了神奈川的1/10。这一次主要介绍神奈川可以在早上和晚上玩的景点，剩下的就等你们来找我玩了。阿杰推荐指数9分，卡牌样。